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课。第二课呢，我们要分享一个法式刘海啊。首先的话，跟我们理论讲解的一样啊，我们把刘海区分好了以后，在里面呢要均等的分为3份，均等的分为3份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均等的分为3份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把每一侧呢均等的分为3份啊，这样呢我们就能控制好刘海的量感啊。好，那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分好第一份。好，我们来修剪中间的位置。法式刘海呢，就是一个圆弧形的刘海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后期吹风造型的时候呢，中间要有缝隙，两侧呢要向后跑，所以呢，我们留的稍稍长一点点啊。然后你在剪的时候不要怕挡眼睛，好吧？因为后期呢，我们通过造型是要让它往两侧跑的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定的会长一些，直接把它定到鼻梁的位置，鼻梁的位置。好，梳下来，中间定好点，两侧呢还是同样剪出一个桥形啊，中间短，两边长。这样呢放下来呢，它两侧会略微的长一些。那我们第一片呢就剪好了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分到第二区，向上1指位，啊，来到我们第2层，这边方法相同。好，第2层的时候呢，我们从中间还是左右分开，用了我们上一个刘海相同的技巧啊，平梳起来，中间这根不要向两侧偏啊，一定要在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平转垂直啊，你看这样通过一个旋转把后面就放长了啊。来，再来一遍，低角度平转垂直，中间这点不要动啊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中间这点不要动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是这样旋转的一个过程。来。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，中间这点不要动，然后是这样一个旋转的过程，像圆规一样，中间的点不要动啊，通过旋转把两侧放长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修剪。好，从下向上进刀，跟随导线，这样剪好了之后呢，两侧呢，会极度的放长，刚好卡在这个颧骨的位置啊。这边方法相同。梳下来，旋转啊，由平转垂直，然后由下向上。好，剪好了以后呢，两侧要看一下是否对等。好，这边长一点点啊，因为我的站位的原因。我这边呢有一个摄像机，我的站位总是偏的，所以这边总是在放长。好，那接下来一致了。好，我们梳下来看一下。这边，好，那它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形体。那这种刘海呢，还是适合比较年轻一点点的顾客啊。来，第3片方法相同，放下来，继续尽量的放长。好，到下边呢，因为它放长呢，后面没有头发了，它会往前勾，对吧？这边呢是短推长，推到后面呢就变成长包短了，它会往回勾一点点。好，这边呢方法相同。好，平梳，转垂直，跟随我们的导线梳下来观察啊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这刘海呢就剪好了。但是我们都是低角度剪的，所以呢它会偏厚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会用到牙剪进行打薄。好，同样把我们3层呢分好。底层的位置呢，拿牙剪
轻轻的打薄。注意啊，你的牙剪的去量不能太大。这边方法相同。好，因为这个刘海呢是中间的空气感比较强啊。来，我们来到第二层。第二层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间隔进行打薄，不能打得太多，逐渐到两侧呢就变厚。好，第二层。那到第三层呢，我们就不能再像刚才那样打薄了。通常这个外刘海的位置呢，是掩盖它退化点比较少啊这样的一个瑕疵，所以呢，这个位置上面就不要进行打薄，我们打一下发尾就可以了，让它下边呢变得柔和，对吧？上面的量还在。这边方法相同。这样呢，我们这个法式刘海呢就完成了啊。接下来我们把它吹干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自然吹干呢，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，已经能看得到了。但是呢，同样我们在吹风造型的时候，中间这一块垂直向下啊，然后两边呢向两边吹，然后第三个刘海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向前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吹中间。中间的位置向下吹，边吹边滚。好，到副刘海的位置，我们边吹向两侧走。好，到第二片的时候，刷子呢要向两边走。好，好多长的掉下来了啊。那最外边的外刘海呢，我们要向前勾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得到中间骨两侧向两侧走，下边呢向前勾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另一侧方法相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中间骨两侧往两侧走啊。接下来我们用平剪呢进行修饰一下，中间的位置调起来啊，柔和。剪刀可以深一点点啊，让它的透明度高一点点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也可以用滑剪。两侧呢逐渐
去量呢要去的少，但是要均匀啊，跟它衔接过来啊，逐渐呢剪尖儿向发尾靠，不要插的那么深就好了啊。来，继续顶层的头发点剪，这边呢也适当的做一些柔和度在里面。那这种划剪呢，要采用综合刀啊，要采用综合刀。好，继续。然后呢，这条外线呢，哎，我们稍稍的修饰一下，边剪边划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能用太快的剪刀啊，我比较习惯用综合刀，这样把两侧的角啊，把它修的尖一点点、窄一点点啊。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呢往这边划，好，大概呢就这种效果。来，这边方法相同，到两侧呢还要进行柔和，要比中间呢去量要少一些。那这边往这边划呢是比较顺手的。好，同样在刘海处呢给它一点点柔和度。这边呢也要进行变窄的修饰。用划剪的方式啊，把它划的窄一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法式刘海呢也剪好了啊，兄弟们看一下效果啊。好，这节课的法式刘海呢就跟大家分享完了，希望大家呢多多的练习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